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15分，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我再次强调，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不是仅供参考啊。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刚刚比特币再次向上创造了这个历史新高啊！上期视频我们连续说这个位置有可能是类似头肩底的这种波动形态啊。那好，上次呢我把止损位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它做了一个向上冲的架势，然而到了这一部分以后就止损出局了，然后我应该是没做视频。然后后来比特币再次往下回跌，放了一小点量，但是呢这个位置再次这个做了一个纠缠的动作以后，它这个4小时线上来看也是有点收垂线十字星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就再次进场做了多单啊。然后刚才上节目之前我截了一个屏，之前我是把止损位放在这儿，然后现在呢把止损位抬高，放在4小时线的起始点下方97700附近啊。这样的话，未来的行情无论它怎样发展，我至少把从这儿到这儿的利润是锁定住的啊。这一上方的部分还是让利润继续奔跑，甭管给不给无所谓，心态很重要啊。这个位置它给了是我们的运气，没给我们把确定的部分拿到，这是实力啊。包括进场点的选择，为什么在这儿纠缠，这个不好说，为什么不知道，你管它呢？你能推导出它的因果关系，量化出来资本市场这么复杂的政经局势，包括这两天韩国的这个很搞笑的一些事儿啊，大家伙儿应该都知道，总统弹劾的这些问题跟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吗？肯定是有关系啊，但是你能量化吗？你能量化它什么时候影响多少，什么时候应该做多做空，你不知道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单纯的，相对来说单纯的看这个 K 线，然后用最简单的最直观的方式，用趋势线、波动形态还有斐波那契等等，用这些技术上的分析，前提是需要了解大的这个政经局势的经济相关的等等一些国际的大事件来推导未来的大方向预期，然后再根据 K 线还有辅助指标等等这些问题来预判未来的可能性。但前提是你需要选择良好的进场时机，然后锁定最大限度的风险亏损的度啊，这个是纯实力，然后严格的执行下去。未来怎么样，行情给了谢谢，行情要是没给，对不起，我止损出局，然后等待下一个进场时机。那这个部分除了技术上以外，最难点实际上还是我经常强调的交易心理，你的心理熵增变化，这个怎样去解决，才是 UPB 交易修行整个节目的初衷，也是我未来要出的书籍的主要内容啊。这些方法论全球没有一本书给你讲清楚的，都是残本，或者是注重这块那块，不够全也不够完整，看的人顶多就是打个鸡血，或者是好像是曾感同身受，
或者是有一些共鸣共情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实操实盘当中，你要应对这个资本市场股票比特币的时候，你还是搞不清楚。最难点就是你的心理变化。真钱真金白银扔在这里头，你就会盯着 K 线看，你就会在意这点损失，要止损不想止，没完没了的加水啊加仓，然后各种毫无逻辑的什么控制风险、仓位管理都是扯淡啊！你根本就不合理，只是给你自己找了一个合理化自己的理由借口，然后还是祈求希望后市要涨，希望后市要跌，那完全在于你手里拿的什么样的单，然后根据这个单呢，你会怎么样在网络上各种你的朋友圈里头去找你的希望可能的一些因素，结果推导论啊。但我们做交易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预期要有，然后是风险的把控对冲，还有是什么合理的杠杆应用，这样才能出来这样的收益啊。700-800、1000左右，这个什么都不是啊。我今年年初3月份做的，去年最大的应该是4000，前一阵儿刚刚不久走到这附近的时候，大概做到3600，最终平仓应该是在3300附近啊。所以说交易很庞杂很系统，没有那么难，理论上，但实操上你想做到稳定盈利，那就需要很多时间实盘去磨，然后包括你心理的交易心理的调整，然后健康的交易姿态的树立，这些都是要解决一步步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说不要急功近利，沉下来啊。所以这一节还是接着祝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